所以米利更倾向于采用按部就班、稳步推进的办法，一边呢对中国进行战略施压，一边还得保证不出现突发事故。从这个角度来说呢，米利要比特朗普、蓬佩奥，甚至是比拜登要天真很多。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来到包面说。这期话题我们说的是美军参联会主席指责解放军越来越危险。美军参联会主席米利在访问印度尼西亚的时候表示，中国在过去的5年时间里面越来越具有进攻性，也越来越危险了。过去5年呢，那就是从2017年到现在了，其中呢有3年时间是在特朗普的任期之内。换句话说，如果美国人觉得中国对美国的态度越来越激烈，那也是特朗普和拜登这2任美国领导班子给逼出来的。按照米利的说法，中国军事力量在海上和空中已经变得越来越具有进攻性，在某些特定区域已经到了无法忽视的程度。他指的是解放军最近几年先后拦截过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亚和菲律宾的飞机和舰船，拦截的频率是大幅度的增加，其中很多拦截行动被他说成是不安全的、不专业的。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也曾经在新加坡对媒体提起解放军拦截加拿大侦察机的事儿。奥斯汀抱怨说美国的军舰经常遭到中国飞机、战舰的拦截，特别是在抵近侦察南海人工岛礁的时候。美国人完全是猪八戒打架，倒打一耙。他们所提到的这些事件全都发生在中国的家门口，而不是在美国的东西海岸附近美国人因此而指责中国具有进攻性，完全是颠倒黑白。他跑到你的家门口舞枪弄棒，你连看他一眼都不行，你凑近他看一看，那就是威胁他了，就是具有进攻性。这是不是太霸道了点米利提到的另外几个事例，有2个发生在南太平洋。首先是2月的极光照射事件，另外就是所罗门群岛与中国签署了安全合作的协议，这成了美国指责中国具有进攻性的重要的借口。所罗门群岛这个岛国距离澳大利亚是1600公里，距离美国是达到11000公里，但是这个地方对美国有独特的意义。2战期间日本海军大将山本56就是在所罗门群岛被美空军伏击毙命。中国和所罗门群岛关系升温触动了美国人敏感的神经。米利提到这么多国家的名字，在很大程度上是希望能够把这些国家联合起来，投入更大的力量来遏制中国，特别是对中国的海空自卫行动以及军事外交活动施加更大的压力。2021年的上半年米利还特意出了一本书，描述在特朗普政府即将下台的前夜，美国大乱的时候，他是怎么样的力挽狂澜向中国军方通报，不用担心特朗普真的会向中国发动一场战争。那现在米利又公开指责解放军危险和具有进攻性，他到底想表明什么立场呢？其实米利作为一个有42年军龄、第20任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的马克米利，他当然知道，按照特朗普那种咋咋呼呼的做法，绝不可能把中国人民解放军怎么样。中国领导人说实在话，压根儿就没有把他放在眼里。所以米利更倾向于采用按部就班、稳步推进的办法，一边对中国进行战略施压，一边还得保证不出现突发事故。从这个角度来说米利要比特朗普、蓬佩奥，甚至是比拜登要天真很多。好，这期话题就说到这里。